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镜头的制作。这个镜头原始来自于修丽可2023年的一个品牌宣传，它是讲解皮肤表皮结构的一个分离过程。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感觉它整个镜头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动感很舒服自然，所以我试着用 Houdini 制作了一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镜头。这个皮肤的结构可以说分为4个部分，一个是最上面类似于球体的这些球状，然后中间2层布，以及最后一层，也就是这个线条飘舞的。然后我们细看的话，其实这个线条是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这些比较宽的、比较明显的，第二层是这些比较细的这些线条啊，最后就是这些发射的这些粒子。整个镜头的制作的话，它主要是基于 Vellum Server 的一个模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制作。首先的话，我们是建了一个平面。注意这个平面的大小，我们是3×8米。我们尽量在使用布料模拟的时候，这个尺寸保持到1到10米，然后把它变成正方形格子。然后之前不是讲了吗？它分为4个部分。我们先是制作了上面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球状的这个物体，因为它整体是偏那个球形，所以我们要使用一个正方体，然后给了一个 Vellum Blues， 应该是 Vellum Balloon 的一个模拟，也就是一个气球的模拟。这个没有给任何的一个力，它就是第一针我们需要它的一个鼓起来偏圆形的一个状态，然后把它的那个表面平滑了一下，将这得到的这个基础结构我们克隆到这个平面上。然后要对齐这个平面，使用 Match Size 往上面偏移了一点点，因为这个布料是有厚度的嘛，所以模拟的时候需要预留出这个厚度。给了一个 Collectivity， 一个面组，一个点组。同样的，我们这个模拟的话是使用的是 Vellum Balloon。注意看，这个默认参数基本上也就只改了这个 resonance， 也就是让它的那个充气，它的力度给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给了一个 Vellum Glue。Vellum Glue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看这儿，我们在整体这个布料模拟的时候，如果不给这个 Vellum Glue， 中间的这个球状物体它就会散开，但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一个 Vellum Glue， 调整了一下它的距离、强度，因为我们只需要就是最近的这些点有一个胶水的一个约束，让它们绑定在一起。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布料有双层，也是给了一个面组，点组，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 Vellum close 的一个模拟。这个参数修改了一下，让它不要那么软。第二层布料就是将这层布料往下移了一点点。这个地方给予了一个通过这个 bounding box 的属性，给了一个 AAA。这个 AAA 就是在后期渲染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这个底层的布料做了一点点映射，其实看的不是太清楚，也是给了一个面组。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没必要，就直接给了一个点组，2个点组。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给一个点组呢？就是因为我们做立场，比如说 pop wind、pop force， 它需要识别的是这个点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 Vellum 的 constraint 这个修改的时候，它识别的是这个面组，就是尤其是那个我们在里面的 Vellum property constraint property， 所以我们需要设置2个组别。然后我们通过 Vellum pack 将三个部分，这第一次模拟我们是用了3个部分，然后合并到一起，然后再将它们的解开 Vellum unpack 解开。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分开了，使用了对这个，我们看一下给了2个属性。我们把这个属性关掉 ，AA 属性关掉。一个是 mask， 一个是 mask 2，一个是 mask 3。看一下，这个 mask 1是，还有一个 mask 1。我们给这3个属性的目的是什么呢 ？mask 1、mask 2、mask 3。是为了我们在模拟的图中让这个布料整体的这个结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大形，就是中间往下陷，然后两边翘起。然后这个 Vellum glue 就是这个 Vellum glue 是让上面的球状结构跟中间的布料有一个约束。第二个 glue 是让中间的布料跟底层的布料有一个约束，这就是 SOPs 层级下的一个基本设置。然后 Vellum solver 就把这个重力取消掉。主要我们看一下这个 DOP 下的一个模拟，一个是 pop wind 给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噪波风力，第二个是 pop force。让中间就是 mask 属性，让中间的这个布料有一个向下的力，就是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是 mask 2，有一个向上的力，向上，然后向中间的一个力，看这个方向。然后通过这个时间，然后这个帧数来设置什么时间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第二个代码是对 Z 方向，也就是这个方向有一个单独的控制，让它往中间聚拢，就这一块。mask 3呢，就是这个尾部的这个角，这个地方就是单纯是通过这个代码，这个地方是没有的。也是往这个是 y 方向，也就是这个垂直的一个方向给了一个力，同时这个 x 轴给了一个负方向的一个力，让这个底角往中心偏左移动。然后这个也是尝试多次，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效果。
就是因为我们尽量是要展示整个结构嘛，所以大概就是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我就没有继续模拟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模拟，原始的一个速度是较快的。模拟完成之后，我给了一个 retime， 从50帧开始，然后到150帧，做了一个0.3的一个那个什么降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先看这个顶上的这个部分吧，也就是这个球状的这个结构。球状结构的话，你如果说要求不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得到的这个模拟做一个渲染了。但是为了让这个结构更紧凑，我们看一下结果。实际上他们在模拟的过程中，在最后，尤其是这上面这一部分，他们是距离是比较近的，可以说是紧贴着。但是模拟完之后，它是一个比较散的状态，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后期的一个代理的方式，也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对比一下，代理的方式得到的这个，它就会有一个紧贴的效果，是吧？怎么做的呢？首先还是一开始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克隆，但是我们克隆这个基本的球体，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它的一些参数，把这个体积、面数都修改一下，跟原始的。然后也是在第一帧，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 transform， 把它放大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球体会更圆滑。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因为这个面数相对来说，渲染来说面数不多，所以我这个地方前期就给了一个 subdivision。继续，这个地方主要是能够得到渲染的代理物体是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 extract transform， 也就是把原始的这个物体连接到这个右边端口，然后左边的需要变换的原始的第一帧，原始模拟物体的第一帧，然后连到左边，得到一个它的带有旋转位移缩放信息的一个点，然后将这个点通过 transform pieces 映射给需要最终变换的物体上，然后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 class 点层级的一个 class 属性。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是模拟完的物体，这个是代理的物体。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操作，就是让这个点朝着它的法线方向往上移动了一点点。为什么有这个操作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渲染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渲染的时候，它这个物体，你如果不那个的话，不做这个位移的话，在渲染的时候，它会有些针会跟这个中间的布料会有一个穿插，所以我通过这个 warp 的方式，让这个球状物体往上位移了一部分。我们进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 extract transform 之后，它得到一个 orient， 我们在 orient 分离出来，对其中的一个轴向做一个位移，就是类似于在它的法线方向做一个位移。具体哪个轴这个我也是试的，然后给了一点点，给了0.07，得到这个
代理的渲染物体之后，我们需要计算它的一个速度，因为我们最后渲染的时候是通过运动模糊去渲染的，所以使用一个 point velocity。但是它在第一帧的时候会报错，所以我们使用 blend shape 做了一个 K 帧的处理。第一帧的时候就还是原始的物体，第二帧开始计算它的速度，然后删除多余的属性。这就是顶层的一个球状结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中间的布料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层类似于透明材质、透明磨砂材质。我们主要处理的是通过底层结构得到这个样条的一个模拟。然后这个是2层布料，我们给了一个 subdivide， 让它更顺滑。这个时候我们分成2边，为什么要分成2边呢？这边是比较薄嘛，比较薄的这一部分，注意观察，给了这个厚度 0.838， 这个是用来渲染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给了比较厚的厚度 1.5。我们通过这个比较厚的布料，然后得到选出，我们需要选出最底下这个面，然后 close 1，也就是我们之前设置的组别嘛，分离出这 close 1，也就是底下的这层布料，然后通过这个 connectivity。再选出底下的这个单层布料，通过这个单层布料，我们这个地方使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一根一根的选，然后通过这个 edge group 得到这个 curve 线，然后这个线呢，我们不是要最后还要进行第2次模拟吗？我们第2次模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能够与这个得到的这个面，就渲染的这个面有穿插，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它的厚度做了一些区别。你看，它就有在距离上它就分开了，它就不会紧贴着，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分开。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更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这个样条，这个样条也就是这个底层布料的竖向的样条。我也做了2种方式去得到这个样条。第一种方式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它计算起来非常的慢，而且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2种方法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改变了这个subdivide 的参数，它这个最后得到结果就不是很准确。然后这个方法也是，它的计算会更快一点，但是它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准确。这个地方就报错了，你看，它就是通过这个 group transfer 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容易出问题，选不到我想要的组，它就会出现报错。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给我，所以我这里面还是暂时使用的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手动选出来。手动选出来之后，然后我们继续通过 connectivity 给了一个class 属性，将这个 class 属性通过 attribute cast 变成一个浮点属性。通过这个浮点属性之后，你才能够做一个属性的映射。你如果直接是一个整数属性，这个 attribute remap 它是不识别的。然后我们得到这个 AA， 这个 AA 属性的话，也就是我们后期做一个材质渲染的时候做映射用的。然后本节课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如何将这个样条用程序化的方式
分成几段，然后再后期进行模拟。我们看到就是在最后的渲染过程中，我们是将这个样条分成了三段。三段的话，一段是这边绑定，这边后面的那个样条参与运动，这个是中间这一部分，然后绑定，以及最后一段的话是中间我看一下啊，应该是顶部这部分绑定，然后样条开始运动，同时它又是比较随机的绑定，它不是这样很平整的那个顶点绑定在这个布料上。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我最开始使用的是一个属性的方式去做一个分开，这里的核心节点就是这个 polycut 就是把这个模型断开。我一开始是给了一个浮点属性 split here， 我们看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属性做一个切割。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当我们切开之后，你看它会把中间的这一段分开，它等于现在实际上是分了5段，但实际上我们只要3段。你如果把中间这一部分给删掉，这个比较小的，那你在第一帧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连续的，也就是我们最前面看的这样一个连续的样条，这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只能够用其他的办法，我们通过 for each 选出每一根样条，然后呢，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做一个切割。因为我们每根样条是分成3段，所以我们需要选中2个其中的点做切割。这个点我们是使用的序号的方式，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个点的话，使用这个 endpoints， 也就是整个线段上面点数的总和除以3，然后通过这个引入的 iteration 迭代值、随机值加减20，也就是随机总数除以3，减20或者加20，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乘以2，它不是分3段吗？这是第一段，然后这是第二段，然后也是同时使用这个 iteration 的一个随机，做一个-30到30的映射。注意这2个值千万不能给的太大，给的太大会报错，因为你我们看一下，它一个样条上它就300多个点嘛，对吧？307个点。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时候我们这个样条就已经被切成3段了，对吧？而且当它没有那个时候，它是完全是同一个样它完全是叫什么完整的一根样条，它不会有这个中间会有缝隙。我们得到这个样条之后，然后我们做一个分组，我们需要选中这个点头部的点跟这段样条头部的点，以及这段样条尾部的点。因为我们在模拟过程中它是这样嘛，头部的点、头部的点、尾部的点。我们这里使用一个资产 group curve edge， 也就是几个 vex warp 的几个节点。我们通过这个节点的话，得到了3个组别，一个是底部的点，整段样条，这个 edge 就是整段顶部和底部点的合集，然后就是顶部的点。
我们得到了。我们这里取用的是 top 顶部的点，然后我们因为这里给了一个随机嘛，通过这个 iteration 得到一个随机。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中间加这个 seed 值，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seed 值嘛，给了让它更加随机。你看，这样就那个形成了，最后模拟的时候，它不会这样齐平的过去。我们得到顶部的点，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一尾端的这个样条，我们需要的是顶部的点，因为我们这个样条是往上吹嘛，对吧？往上吹过去。你如果从这儿断开的话，这个样条是吹不出来的。然后这边我们使用了另外一个操作，固定到第一帧，然后通过这个 group 点层级选出就是尾部样条的所有的点，接触到的所有的点，然后通过这个 group expand 就可以将所有的尾部样条选出来。同时我们还是使用这个HDA 的一个资产，只对这个尾部样条，也就是 group 4，我们看一下 group 4，将这个它本身如果原始的话，它就变成一个 bottom， 我们把它反过来变成 top，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 top 就得到了，这边以及这边。这个 top 的点组，也就是我们在第二次模拟的时候需要拼住的点。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给了一个 mask 属性，这 mask 属性就是我们在从第50帧开始，看这边，从第50帧到120帧有一个属性变换的动画，通过这个属性动画来让这个样条控制这个样条什么时候开始动。这里给了一个 primitive 的组，因为是第一帧固定的嘛，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P 属性给它拿过来。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模拟的话，我们使用的是 here， 其实这个 string 也是可以的，我后面试过了。这个 here 这个参数基本上没有修改什么，主要是把这个改了一下，没有那么软。然后这个 pin 的话不是 top 吗？我们需要首先使用 Vellum constraint 将 top 组固定住，并且 match animation， 就是 top 的点组一直是跟随着运动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使用的是 permanent。然后我们第二个点组，也就是除 top 以外的点，我们给了一个 soft， 然后输出一个 p stretch 的一个组。我们这个组别需要在 dop 层级下去修改它的属性，因为我们其他的点会有一个运动。然后同时，我们将得到的底层布料选出来，并且将它做了一个 VDB 的一个模拟，不是模拟 VDB 的一个缓存，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会参与到模拟当中。我为什么有这个操作呢？就是你单层的布料在参与模拟的时候，它会很不准确。看一下，它会不准确，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操作。当你使用这个 VDB 作为模拟的时候，你需要解包，将这个地方演示一下 Vellum Solver， 将这个地方解包 Allow editing of contents， 然后选中这个 DOPNet，
进入到这个层级下面，我们将这个 external 修改一下，改成 volume sample， 然后 by size， 以及刚刚外面的这个 volume 代理放进来。注意这个尺寸，这个 division size 是跟这个是一致的，然后同时我们模拟的话就要进这个 force， 还是一样的，给了一个基本的 pop one 的一个造波力。这个的话是通过geometry wrangle 嘛，通过这个把外面的这个 mask 属性跟这个 n 属性引进来。这个 n 属性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眼。这个 n 属性，我记得外面应该是对，就是我这个地方单独给了一个 normal， 给了一个法线，所以这个这个样条上也有这个 n 属性。为什么需要这个 n 属性呢？就这个 n 属性它是朝着这个面的法线方向嘛，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n 属性给予一个它的一个速度，这样这个样条它的穿插就不会那么强。所以我们再进去这个模拟，你看读取到它的 n 属性，然后将这个 n 属性赋予到 pop force 做一个力，然后这是两个 Vellum constant property， 控制的是 p stretch， 也就是点的一个限制。注意这个地方是点层级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两个属性写进来，它是在一个geometry 这个层级上面 ，geometry 的点层级上面。但是我们 Vellum constraint property 它是在 Vellum constraint 和的面层级。怎么说呢？就是出来，它是在这个层级下的，然后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方写进来的属性，它是不能够应用到这个层级的，所以我们需要再引入一遍。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因为我之前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点属性下引入的这个属性总是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再重新引入一下，引入之后得到这个 mask 属性。这个 mask 属性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 mask 属性它是由1变到0，从50帧之后开始，从1变到0，所以从1变到0，所以这个属性一开始是特别大，强度特别高 ，p stretch， 所以它所有的点都跟随着原始的运动在运动嘛。然后这个 mask 属性一旦降低，那这些被拼住的点，它就会分开，能够参与模拟运动。然后这个 stretch 的话，就是让这些点，这些样条有一个变长的一个效果，因为它是从1到0嘛，从1到0，所以它给了一个这样一个变化，从1到0，这是0，这是1，是吧？当它变为0的时候，它就变长了 ，resonance 变大。然后继续往下看，一个是 pop force， 控制的是 group 4点 ，group 4是哪个层级呢？看一眼，也就是顶部的点，顶部的样条，因为我们需要顶部的样条有一个向上飘动的效果，所以我们单独控制了这个地方的样条。
从80到120帧的时候，它有一个朝Z 方向运动，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它除了朝 Z 方向运动之后，我们需要让它往 Y 方向也有一个运动，所以通过了这样一个参数，这样一个这一列代码。这个地方真的就需要多次测试才能得到自己理想的结果，最后给了一点点阻力，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前面50帧它是完全，因为它是本身是由第一段模拟的那个布料变成样条，所以它前面50帧是完全跟随运动。然后从第50帧开始有一个 mask 属性的变化，我们看一眼 ，mask 属性变为0的时候，这些样条开始运动，并且变长，所以它有这样一个运动。注意这个地方，我是将它的 n 属性给它复制过来了。我们看一眼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将这个 n 属性复制过来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变成模型的时候，变成这个宽样条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 n 属性的。然后我们对这个样条进行一个采样，重采样，让它变得更顺滑。你看它本身是34000，现在是53000。然后这个 orient 和 curve 只给了一个 up 属性，这个 up 属性是与我们的 n 属性垂直的，这个 up 也就是沿着这个样条的一个切线方向。同时，这个 n 跟 up 在这个 warp 里面做了一个反向，就是 n 原来的 n 等于 up， 原来的 up 等于 n。你先不看这，我们先看这儿。只有通过这个操作，那么我们通过 sweep 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宽样条。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操作的话，它旋转是有点，你看它的这个地方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们有个需要 n 跟 up 交换一下，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变成一个这样的长方形。然后这边的话，选成第二个那个输出端口。同时这个地方需要给予一个UV。我们将第一帧的 UV 传递过来，那么它的 UV 就被固定住了。它的 UV 就是不变的，注意看这个数值就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这个 UV 就是这宽样条，我们在后期渲染的时候需要用到它的 UV。然后这个就是样条，宽样条。参与模拟的宽样条，然后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个底层的一个布料，在这儿，底层的一个布料。我们注意观察一下，这个 warp 的含义就是让这个宽样条是要插进这个底层的布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潜进去，它这个皮肤，我们在皮肤的表现上，外层的一个脱落嘛，它就会
很贴近这个将要脱落的这个皮肤就会很贴近原始的那个皮肤结构。然后我们看一下，因为它本身计算这个 up 属性就类似于沿着这个布料的这个 n 的一个方向，所以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位移就可以了。这个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是一个，以及这个前面的这个的位移，我们做后期的一个处理，我觉得是这节课比较重要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在模拟完之后，我们需要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渲染效果的话，其实不需要重新模拟，就是我们通过对一些属性的一些理解，我们知道怎样通过控制属性来让物体达到一些小的一个位移效果。然后这个是底层的一个宽样条，然后还有一层就是我们讲在这个附着在旁边的时候，它有一些比较细的这样一个样条，这个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我们得到这个模拟完的这个样条之后，我们拿过来，这边都是一样的啊，这边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 V 属性删除，因为我们在处理第二部分样条结构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模拟一下，所以我们需要把原始的这个 V 属性给它去除掉。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用去除呢？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模拟完了，这个 V 属性我们是用来做一个渲染运动模糊用的，但是这边的话，我们需要重新模拟。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有一个位移的一个小操作，它就是让这个第二层样条藏在这个宽样条的后面，藏在宽样条的后面。然后这个样条其实就是原始的样条，然后通过一个 sweep，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是得到的，这个是原始的，把一段样条变成两段，对吧？然后注意掌握这个宽度，还是同样的，我们把这个 n 属性拿过来，n 属性拿过来，让它有一个沿着这个原始布料的发线方向有一个速度的运动，这个地方与之前都是一模一样，包括这里面的模拟都是一模一样，我应该是没有做改变的，包括这个参数我都没有变，这个参数我都是没有变的，我只在我大概只在这个，我这个地方好像都没有变，因为我们需要让整体的一个运动趋势大致趋势要保持一致。为什么呢？否则如果你这个运动两种样条的运动相差太大的话，它这个穿插效果就很明显。所以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修改，直接把它拿过来就完了。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这个样条。这个样条的话，它是通过这个 RS 的代理模拟，也就是这个地方变成这个 cylinder， 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一个粗细，然后同时我们这些都是开启了一个运动模糊的，你看包括这个地方运动模糊，甚至点我都开启了运动模糊。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点的模拟。点的模拟的话，它是基于这个样条运动嘛，所以我们把这个得到的这个宽样条拿出来，
然后通过 mask 属性做了一个反向，然后出现的这个模型，我们就开始发射，然后这个也是拿到一个 up 属性，作为一个它的一个速度属性嘛。你看这边也是作为一个速度属性，因为它原始是有一个 v， 记得吧？它原始自己本身有个 v， 然后我是加上了这个 v， 得到一个新的 v。我们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我们进来看，我们在模拟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默认是继承了这个属性，速度属性，对吧？这个地方，然后修改了一下它的生命值，发射的一个出生率，给了一点点噪波力，然后删除不要的属性跟点组，然后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发射的点。我们将发射的点克隆为这样的一个碎片，因为如果你使用球体的话，它就相对于太规律了，它反射的效果、光影效果会弱一些，所以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碎片克隆到这些点上。看，然后这个碎片怎么做的呢？就是将一个原始的 box 通过 RBD Material Fracture 分成了几段，你看一下，分成了5段，然后将每一段放到这个世界中心，给有一个 UV， 是这个 UV 不是很需要，然后通过这个 iteration 迭代值，让它有一个运动，有一个不同的运动，你看，乘以这个 $f -5到5以及-4到4，有一个速率的变化，你看，最后就得到这样一个。通过这个 class 属性识别，二者都有一个 class 属性嘛。注意，因为这个点是变化的嘛，但是它有一个 ID 属性，所以在这个 adjust integer 这个地方要开启 custom attribute 读取它的 ID。那么它这个每个点，它就会通过 ID 赋予它一个独有的 class 属性，这个值是不会变化的，它会跟随这个 ID 值。所以到最后，我们通过这个 class 属性得到的这个碎片，它就不会跳动，看它就是固定的，而且它本身自身有一个旋转嘛，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给了一个旋转嘛。然后注意，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了一个 packed and instance， 所以我们在渲染的时候，这个点在这个 instance 这个地方要开启 instance swap。这个就是整个模拟的一个制作。然后我们看一下渲染部分。渲染的话给了4个光，一个是一个 dominant， 一个主光是在这个位置，一个背光，这个背光打的是这个背景这个位置，另外给了一个底光，这个底光是注意控制一下它的 spread 值，也就是它的前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光效果，看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给了一个 LUT， 调整一下它的强度，同时拉了一下曲线，这样。让我们看一下材质，比较简单一个是上面的球体物质，这个球体结构的话是主要还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 3S， 我们通过这个给了一个 AC 属性，
来区分它的一个颜色。我们看一眼，这个 AA 属性是通过那个 bounding box 给的嘛？这个 AC 属性就是将中间的这一部分给了一个随机。我们大家看一下，你看，首先是通过这个 group 属性，将这个边界的点选出来，然后只让这个边界的点等于1，然后周边内部的点就是 AB 等于0的，也就是内部的点嘛，给了一个 AC 随机，这样一个随机 noise， 所以让中间的就一个随机值 AC 属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AC 控制的就是中间，然后这个 AB 控制的就是一个这个周边就是这个外围这一圈边界，所以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效果。你看它周围跟中间是分开的，然后这个颜色控制了它的一个 base color 以及这个 subsurface color 和这个 radius， 修改一下它的一个 weight 和它的一个粗糙度。然后中间这个布料，它不是有2层吗？然后通过这个 class 属性分开。这个中间这一层是一个半透明的嘛，就是这一层。给了一个颜色，提高了它的 roughness。然后底层的话就是一个金属，你看 madness 拉满了，然后给点颜色。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 noise 将这个 noise 拉长，你看它就会有这种效果，将这个拉长这个 noise 给到这个 roughness， 它就有一种金属拉丝的效果。另外就是这个宽样条的话，这个 A 其实没怎么用到，因为我们就这个演示映射的时候没什么太多区别，也在渲染的时候也看不出来。主要是我们在bump map 这个地方给了一个圆角，就是因为它很薄的边嘛。如果你前期给这个圆角的话很卡，再加上它是运动的，所以我们在后期的时候给了一个 round color， 然后通过这个 UV 属性，然后让这个宽样条也有一个拉丝的效果，将二者混合一下，这个通过 additive 模式。这个其他的就比较简单，这个 P 的样条是吧，就是一个纯白色，粗糙度提升。这个小碎片也是一个颜色，给了一点点金属质，让它的在运动的时候有一点高光的一个变化效果，就是这些。好，这节课就讲到这儿，谢谢。